现代史上，大学生一直是人群中的翘楚，是精神的刀锋，是真希望所在。现在他们被死死地套住，变成浑浑噩噩的一大团，幻想这样，幻想那样，本能地渴望快速成功，而成功难上难。现实留给他们的只有纠结、恐惧、退却、茫然。遇到小事情或者还敢质疑，遇到大事情就忍耐顺从，长久的积郁在心。我最可怜现在的大学生，就是一点都不自由啊。我前天到北大去讲演，整个的校舍崭新都是空的，不可以学生有任何自己的告示牌，不可以有学生任何自己贴到墙上去的东西。所有校园都在提醒你，谁在管你们啊？你们应该听谁的话？你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不是这样，我们可以自己办化妆舞会，我们可以自己找各种人来讲演，然后生肖这个每个宿舍都亮着灯在那辩论，大家互相赞美，互相不服。现在有吗？所以我有时候到大学去，人挤得满满的，我一点不会高兴。我知道他们有多无聊。蒋公当校长当多了，就以为什么学校的校长都能当。一个杀过学生的人来管教，简直胡来。以蒋公的学识，当军校校长上，当大学校长。他来讲工大，工大不是变成了党校就是军校，独裁者也是哪里自由学术空间。南京大学师生创作的《蒋公的面子》堪称今年最火的话剧。1943年，蒋介石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前，曾邀请中文系3教授共进年夜饭。在给不给蒋公面子的问题上，3人争执不下，纠结和调侃中，民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弱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事实上，这个故事只是萦绕在南京大学校园里的一个传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谜团，非常可能没有这个事情。重要的是历史上的很多事情我们忘掉了，历史上的很多事情我们牢牢地记住了。重要的是历史上有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把它虚构出来。我们记住什么，我们忘记什么，我们虚构什么，这里面有更大的真实性。民国的校长、民国的教授和民国的学生，为什么我们今天怀念？其实就很单纯，政治还没有毁了他们然后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不受当时的政府和党派的影响。比如说1948年国共战争打到那样，48年在民国科学院选举的时候，仍然把一些著名的左派人士，像马英九啊、郭沫若都选为科学院院士。你要问蒋介石他们能当院士吗？蒋介石一定说他们不可以当院士，但是他操控不了，他权力是受到制约的。今天的情况是权力占满了一切资源。2004年，归国画家陈丹青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执教4年后愤然辞职，成为当年最轰动的教育事件。我满怀热情到清华报道，然后他们给我这么高的规格，说什么特聘教授，然后又是什么责任教授，又要招博士生，我就有点将信将疑，美术哪有博士？这事儿怎么弄？但不管怎么样，还是会兴奋，我很认真的准备，很认真的招生。但第一个回合我就发现这一切都错的，都是拧巴的，因为最好的学生根本上不来，他首先就卡在2个分数，就2科考试，一个英文，一个政治。第3个就是我们今天社会一直在批评的，就教育行政化，所有大学就是官府。比如说接待这个国民党主席连战一来，那么就是北大讲演，是吧？那么国民党分出来那个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来了，那就是清华讲演，对不对？完了新党有一个新党也是国民党分出来的，就到我们人民大学讲演，对不对？政治上我们就是老3了，对不对？他就算计这个呢。如果把教育变成了一个官场，那是一种悲哀，也是
种种弊端和落后局面的一个根源。